2026在南海这边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态势或局势的发展呢？我们要讲的是说，因为在南海，大家常知道这个南海主权争议，那杠得最凶的就是中国大陆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方面呢有美方的力量、美方的影子。不过现在会不会加入越南呢？因为法国媒体《快讯周刊》最近报道说，越南可能改变对俄罗斯苏凯战机的依赖，他们最近正考虑要买呢法国的标风战机。Rally News 这家媒体分析呢，可能的举动这项可能举动会影响到区域的局势。如果越南成功整合了标风战机的话，它很可能会对地区的对手造成威慑，尤其是在具有争议性的南海海域上。那越南买标风的决定势必会影响到俄罗斯现有的这个国防结盟。采用欧洲技术意味着呢，这个越南军事战略的多元化，进而去重新塑造越南的外交格局。那我们向来知道，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在内，这个向来是以竹子外交，就是他们这个风向这个非常的敏锐哈。邱老师觉得，我先问一下，有没有竹子外交的思维在背后，在他们做这些决策的背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您认为？还有就是说，从战力上面来看因为为了要因应南海的局势，他改买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在战力上会提升多少？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比较像那个法国自己宣传，但是越南配合，因为接下来跟俄罗斯如果买新的战机的话，可以压一些价钱。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改变一个。比如说，我原本是用美系的，我现在换成俄系，然后或者是说我从俄系忽然换成法系，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以台湾来说，我们有美系跟法系的，对，那其实两个系统之间其实一直对空军的后勤维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那同样的，你映射到对越南来说，我认为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越南现在手头上面的外汇跟它的经济实力，真的要去买法国的阵风战机的能力还是有限，除非法国马克宏愿意 do favor 给他很高的折扣，可能可以引诱。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印度跟巴基斯坦空战之后，其实阵风的订单就一直被砍单。那所以法国当然很希望说利用这次找到一个出口。对，如果越南愿意采购，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国家解释。但是也因为其实越南真正要加强，其实应该是海军的力量，因为毕竟南海冲突是在海面上，你海军的实力不到，你即便你空军跟解放军好了1:1，50-50好了，可是你海上的力量差这么大，所以重点反而应该是放在海上的战力才对。就是你越南海上战力，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就是越南现在他想要采取冲突的方式，其实只是要换更多的筹码。因为现在以东盟这些国家来说，已经不倾向在南海上面跟中国有直接的对抗。那至于说越南这次是不是竹子外交，我觉得有时候竹子吹久了也会倒。对，所以我比较倾向这就是越南跟法国已经双方有默契，但是看俄罗斯愿不愿意降价钱。是，所以有时候万一操作过度了要小心的会走火，走火就引火上身。好，那中越双方其实呢，在南海的这个最大利益冲突就是在西沙群岛这边。中国大陆呢，从2025年10月开始就在西沙群岛的羚羊礁启动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还有相关设施的扩建。那目前呢，羚羊礁已经出现了清楚的、比较清晰的运输通道，还有关键的滚装船泊位代表北京方面正在为重型设备车辆还有机械的运输跟登陆预做准备。我们回顾一下，从2017年开始呢，中方就在西沙群岛展开构筑的工程。那其中永兴岛这边呢，部署了红旗9飞弹，还有轰6轰炸机；中建岛呢，则是建设了战机跑道。那琛航岛则是有直升机还有舰队的基地最后，则是我们提到现在在讲的这个羚羊礁。羚羊礁的战略位置为什么这么的重要？黄老师，您觉得？羚羊礁在西沙群岛的西南边，它更靠近越南的海岸线。一点当然我这样讲，大家还是要看地图没有那么靠近。
但是呢，它对于西沙群岛本身，还有对于海南岛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更向外延伸、更往南海延伸的一个可以提供ISR， 就是关通系统的啊，能够更早期的预知可能的有变，因为毕竟整个都是处在就是由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的这个航道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越南跟中国在那个海岸的石油开采划界那个冲突已经很久了，一直都存在，所以越南自己也很清楚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东沙啦、西沙、南沙来讲的话，西沙是老早就牢牢的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说就是南海仲裁案，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10年了。那为什么会有南海仲裁案？就是填海造岛。那西沙的话是最早开始所谓军事化的，就是中国大陆把这个军事装备，包括雷达、包括导弹、包括飞机，对，就放上去，已经很久了。那它是属于海南岛三沙市的一部分。当然了，对我们来讲算是旗津区了我们也有行政管辖权。那现在跳过来回来讲的话，越南想要动中国牢牢控制的西沙，基本上蛮困难的。很难。那再加上刚刚世清老师也讲嘛，越南的海军跟中国海军那个就是基本上不在一个档次上。没错。所以你的力量很难阻止北京。而且黄老师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往外推，也让中方万一如果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它的应变时间可以更长。因为中国的核潜舰还有新的这个航空母舰都部署在海南，所以西沙来讲的话，那就等于是前面的哨戒了，是对早期预警。了解。好，看完这个中越在南海，包括像西沙这边的一些相关冲突当然我们知道。讲到南海，就会讲到说中国大陆和菲律宾之间。那菲律宾呢，在1月下旬，他们宣称要在南海划定一个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的演习区。这个区域呢，涵盖了黄岩岛北部海域从1月21号到3月31号，总共有70天的军事演习要在这边进行。菲律宾武装部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同时也在黄岩岛的海域完成了今年首次的海事合作联合巡航。那么针对菲方的部署呢，解放军南部战区则是派出了轰6轰炸机，还有呢就是能够挂载4枚鹰击12超音速反舰飞弹这个战力不可小觑那沿着黄岩岛以东的空域呢，进入了9段线西侧边界，然后距离马尼拉湾西侧出口只有不到100公里。距离这个马尼拉市区也只有230公里，所以很近。现在担心的是会不会擦枪走火这问题，但是应该机会不大，不太可能嘛。不能排除这么多军事资源。虽然你说这个面积那么大，但是还是很多军事的这个能力都集中在同一个地区。那不管是中国、美国。菲律宾还是有这个危险，真的是不能排除，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了。一直到特朗普真的上飞机飞往北京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习近平跟特朗普这个4月份的会议了，包含这个军事演习，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万一擦枪走火的话，那可能西川会就不见得能够。不能排除，当然是不能排除了。对，中美关系之间那么多议题，那么多意见不同的地方，那不管是贸易方面、军事方面、台湾议题上、日本议题上，其实有很多东西会把。虽然川普一直强调我跟习近平有多好，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转折点。对，而且对川普来说，其实4月份的川习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event 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他非常在意的期中选举，年底的期中选举。所以2026，你觉得美军在南海美方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个都是由特朗普决定了。你觉得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第一点，他会认为这个是区域的盟友，不管是日本、
菲律宾、澳洲、南韩等等国家，你自己要在前线了，所以他至少会鼓励或施压，向这些国家施压国防预算要再次提高。部署不要就是在南海部署的，不要一直靠美国。同时也有中东的问题还在。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因为最近 Lincoln 航母就走入南海没有很久了，突然就改航到中东了。Okay. 所以还是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他在南海的美国在南海的这个今年的这个部署。然后要看川普要不要为了南海或为了周边的国家，不管是台湾、菲律宾。他真的有没有这个意愿，在今年在这个时候投入那么多美国的资源？目前还是一个问号。对，就是那句话，至于嘛哈，就是要不要会不会犯不着这么做哈？那邱老师怎么看呢？2026美国在南海的态度？我觉得2026我们要分上半年跟下半年。上半年的话，应该是主要因为4月份川习会，那再来就是俄乌战争，就是对白宫来说，他们期待乌克兰跟俄罗斯可以在3月份。那期待，对，为什么？因为 Witkoff 已经直接讲，他跟乌克兰的代表讲说，过了3月以后，因为准备期中选举，川普不太可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协议上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南海这个情况，但是一旦到了3月、4月以后，可能又有重要的议题，我们也不太会再去关注南海的情况。没错，真的要看上半年、下半年的这个局势哈。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聊俄乌最新的态势。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